大地情书》主要是以这个东北黑龙江地区作为主要的拍摄对象，选取了10组人物故事，分别从春夏秋冬4个季节展示了当地的这些民风民俗。我也不是东北人，东北好像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大金链子、小烧烤，所以最开始到东北的时候，接触到有跑山人、采冰人，我也是比较好奇的。松花江零下30度的冰面，一帮采冰人喊着号子，奋力拼搏，拉着那个巨大的冰块从水里面往上拉的时候，我就被这场景震撼了。他们这个队长叫李春武，带着他这帮兄弟们去这个采冰，从凌晨3点干到晚上天黑。你看完这些场景之后，有时候看哈尔滨冰雕是吧？看的时候就觉得哦，原来这么美的冰雕后面其实就是这么多人在努力的奋进，应了疫情那句话叫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就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每一行都各有各自的不容易。秋天的时候，小兴安岭那边层林尽染，每年到这个时候，当地人呢都会成群结队的进山去采集山货，采蘑菇呀，采松子啊，采一些山珍吧。哎呦，这家一个人都搂不来呀！带安全绳，一个是慢，一个是耽误事儿那玩意儿，所以说这么为了那个更快一点，我们就直接徒手攀爬。爬山那小哥，据说是在当地爬树爬得最好的啊。常在河边头，哪有不湿鞋呀？这些年吧，有一个摔死的，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，有把腿摔折的，还有把胳膊摔折的，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。3秒，61。我们跟着他们一块进山了之后，看到原来真的是爬到70米高的大树上，而且还要伴随着旁边马蜂窝的这个追赶，还有这个掉下来这个危险。我们看完之后觉得挺震撼的。他们家一共小孩得有3、4个吧，他姐姐特别有出息，在国外留学，在村子里面的能考上大学都已经很不错了，全都是他老父亲去采集山珍来养他们一家，特别朴实的一家人。他爷爷都是跑山人，87了还能跑山呢。我跟他不一样，我难受我也挺着，我也不说。19早就应该死了，这活5年了不错。我俩总是在台上合作的时候，我都说了，咱俩要走一堆走，要不走单了，到那头唱戏也费劲。这就是，他说可拉倒，我可不跟你走。一提东北，肯定是逃不过2人转的。荣华剧团，它是一个小的一个民间组织，每天排练厅都是在小区里面。跟他们一聊，这东北话，哎呀妈，这不行了。这些人都特别的有故事，基本上吧都是癌症患者。马三儿现在已经去世了，是肠癌；王石龄是这个腰椎的键盘的手术；赵小敏老师他是这个宫颈癌，是1周1次还是2周1次？他自己坐那个长途车从海伦到哈尔滨去检查身体，他必须得去做这个放疗化疗，要不然他就难受。完了之后他再回来再去唱戏。我打上针了，轻松了，就给你们唱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他们给你那种欢乐，这种乐观精神都能把病魔全部战胜。2人转这个民间艺术才使他们的生命得到延续。马三儿他说什么？我现在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是有病的人。那个时候我只要能动弹，我宁可唱死到台上，我是这种的。10组人物设定好了之后，就想好了要拍10组关系，不管是父子关系，还是哥俩，还是夫妻，关系在中国人的印象里面其实很重要的，是中国家庭的基本的组成部分。老王呢是当地的一个马官，特别的有东北爷们那种气质。你跟他交流了之后，你就觉得啊，这是一个感情特别细腻的东北男人。
真的媳妇儿那个时候给急眼了，真的说你要不跟马过，要不就跟我过，我懵了，真的。做大将的那个老赵，他跟他媳妇儿约定过，啊，我们俩说过来世还做夫妻。50、60岁能说出来这种下辈子还做夫妻，真的是发自肺腑的。东北人呢，都是真的是很朴实，有一说一，自己做自己的事情，从不抱怨。某种程度上讲，中国人本质上就是这样。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这个组成了咱们社会的单元。生活不仅仅只有一种，每个层面、每个年龄段都有它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。大地情书是我们作为影像从业者献给普通老百姓的一封情书，也是这些普通老百姓写给大地的一封情书。大家看完之后，能在片子里面看到另一个自己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